Hello，大家好！而家我哋咧喺芒康，今日咧我哋會去魚尾鎮啊，應該會喺嗰度休整一下先，因為過去呢個零星期咧都好鬼攰啦。芒康呢度海拔咧係接近3700，但係相比理塘咧已經係舒服咗好多啦。而家西藏啲酒店好多都係咁嘅，中間有個院，然後可以俾你梯度停車嘅。呢一間酒店仲喺度起緊嘅，仲可以擴充。咁我哋出發先。我们准备离开芒康了，今天会去到如美镇。如美镇海拔比较低，我们打算在如美休整1天，所以今天的行程比较短，就以休闲为主了。呢啲几乎，哎呀，这个云真好看呢，大晴天有水，又白又大，真是像棉花糖一样。呢度係烏拉山口啊，又見到不要感恩共產黨啊，唔係講錯。呢度係烏拉山口啊，永遠感恩共產黨，衷心愛戴習主席，好正能量。呢度係烏拉山埡口，而家埡口就整咗呢啲咁嘅牌樓喺度啊。咁因為條路爛啦，啲車又開得相對慢咗好多啊。因為咧你想開快啲都唔得，實在係太多嗰啲石坑啊、窿啊嗰啲，成條路經常都係凹凸不平，一唔小心呢個車轆就插落去。啊，側邊呢啲啊，真係冇咁誇張嘅，但係啊，條路都好多縫縫補補嘅位啊，所以就要小心啲。嗱，呢度咧都好多騎友嘅，都係騎行山100啊。佢哋呢個時間如果到呢度咧，今日大機率都係去魚尾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拉乌山的垭口。然后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垭口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很多的经幡了，只有一个芒康欢迎您的牌子了。我还是觉得以前就是你千辛万苦爬上一座山，然后漫山遍野的那个经幡，风马骑来的比较震撼一点。然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经幡了，但是呢，往后看看过去蓝天白云，还有山势的起伏，还是比较好看的这个位置。然後如果路過的朋友的話，還是可以停一停拍拍照的。發生咗一件好搞笑嘅事啊！我哋企咗喺呢個路邊啊，突然間發現呢度有部手機喎。手機，然後剛剛電話鈴響，我猜就是來。然後路邊發現一部手機，然後剛剛電話鈴響，我猜就是拍照把手機放到這兒，然後那個忘拿的，然後我就接了他的電話，後面加了他的微信，把定位發給他。係啊，呢部手機應該係有人執到，跟住擺咗喺呢個位，我估應該唔係原主人擺喺呢個位，因為佢都唔知道個手機喺邊。進入西藏境內之後，就會發現路面的這個狀況就不如四川了，就是挺多坑的，所以開車的話還是要注意小心避開比較好。畢竟我們轎車底盤比較低。呢度就係舊嘅拉烏山埡口，但係呢度咧就已經冇咗拉烏山埡口嗰個牌匾啦。而家咧就移過咗我哋啱先停車嗰個位啊。咁但係呢度咧就依然保留咗好多藏文嘅經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拉烏山的垭口了，這裡海拔將近4400，然後我是覺得大片的經幡非常震撼，配着藍天白雲，我覺得是很好看的。不知道是不是進藏一段時間了，然後海拔已經有一個適應了。這裡海拔4400，我完全沒有感覺，甚至還能蹦躂2下。當然不要學我啊，高原地區還是要緩步慢行比較好。翻過拉烏山，我們現在準備下山了。是不是下了山就到如美鎮，還是還要再翻一座山嗎？不用，沿着路江過下去就是如美。
哦，那如美是的确离芒康县城不远的，估计就是山路不好走才要开1个多小时吧。我看其实只有几十公里。此生必驾318真火呀！连这么一个拉煤的车后面都要贴一个此生必驾318。好搞笑啊！這個。超級大塞車啦！第一次遇到超級大塞車啊！我哋而家已經塞咗半粒鐘啦。聽講話前面好似發生路陷啊，有一個大窿啊！而家啲工程隊喺度填緊嗰個窿。你睇下對面嘅車都冇辦法過嚟，我哋又冇辦法過去，唔知要等幾耐啦。啊！呢啲唔知係做乜呀？係咁逆行啊！踩單車咧就唔怕塞車啦，不過到嗰個坑位嗰度咧，唔知道佢哋過唔過到去啦。我哋塞咗半個鐘，估計車龍都有幾公里長啦，已經。呢啲真係走318必經嘅階段啊，一定會經歷呢啲咁嘅事啦。原來堵車是路面這裡有一個大坑，然後修，終於開了。這兩個車一會兒你超我，一會兒我超你，剛堵車的時候還要插隊過來，這倆臥龍鳳雛，幹他，看誰能幹過誰。看，反正就是各種超，就是要超。马上到如美了，前面桥那边应该就是如美镇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如美镇了，下面这里就是澜沧江。如美呢，我个人觉得它景色没什么特别的，然后这个澜沧江看过去江水浑浊，澜沧江看过去呢江水浑浊。反正没有什么能打动我的点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停留，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海拔比较低，然后呢，整个人待着就很舒服，就是感觉好像现在2700、800的样子啊，就是真的是，比那个3000多舒服不止一点点。所以说，如果会高反的朋友，或者是你时间充足的话，还是可以在如美镇待一待，休息一下的。然后其他关于景色方面没什么特别，然后整个镇就是餐厅啦、超市啦，然后酒店啦，也没什么好玩的，反正就是一个不过尔尔的地方吧，没有时間也不在這兒停留也是可以的。如美呢個地方咧，以前係一個好細嘅村仔嚟啫。我哋眼前見到嘅係瀾滄江啦，咁瀾滄江嘅河岸左邊呢一度咧，就係以前嘅如美村仔啦，就係集中喺呢個位嘅啫。咁就幾間爛屋咁就組成如美噶啦。以前都係騎行嘅人先會喺呢度停留啊，或者係啲貨車司機。而家係朝頭早7點嘅如美鎮啦，前面呢度就係瀾滄江，呢條路呢，就係山100。等一陣呢，我哋就要出發。今日應該要翻過東達山嘅，所以我哋要早啲出發，免得一陣塞車。食完早餐，我哋準備出發去東達山，希望今日順利跨過呢個東達山啦。我们现在从如美出发了，今天早上比较早出发，就是害怕东达山堵车。现在这里是绝巴山，我们翻过绝巴山就到东达山了。东达山应该是我们这一路走来第一个超过5000米的高山，加油，耶！骑友加油！哎，这不就是昨天路上见那个吗？穿个短袖短裤，我还说他不怕晒黑那个。这个传统的骑友就是要这么早出发。对的。这段路其实路况还不错，然后也挺平整的，挺好开的。左边就是澜沧江，一路开过去，
可能是要到东大山那边路况才会不好吧，反正这一段挺好开的。这里是绝巴山大桥，过了大桥就是绝巴山隧道。现在路况真的好了好多啊！有了这个隧道，像以前阿文骑自行车从如美到左贡骑3天才到，现在的话有了隧道，至少能省1半的功夫。这个隧道好像是不久前才通车的，很新的。登巴村，你当年骑自行车是不是从如美过来第1天就住在这里了？没错，以前如果要翻过这一个绝巴山的话，就会住在这里登巴村。现在又有隧道的关系，路好走很多啊，很快就到登巴村了。嗯，以前登巴村这也特别小，就只有司机跟骑行者才会在这里过夜。嗯，这里是吴宗村。阿文从如美到左贡，第2天是在这里过夜的，准备翻东达山的。以前这里真的是一个超级小，根本没有汉人在这里的一个小村子。你看现在也都正在建啊。这里是距离东达山比较近的一个住宿点。到了这个烂路的东达山了。前面那个车里面是不是躲了一个人，拼命上那个烟出来？为了让你们离他远一点哈。那么大的烟，我去！哎呀，这个烂路，蛮颠的。双城正能量，双城正能量。哎呀，这个路好颠呀！我哋已經順利到達東達山埡口啦，呢度就係東達山埡口，海拔係5130米。喺呢度咧，千祈唔好跑啊，因為係真係相當之高嘅。東達山埡口亦都係整個川藏線最高點啦，再冇地方咧比佢高噶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东达山垭口了，海拔有5130米。我们一路从如美镇上来，海拔攀升有2000多，所以现在我刚摆了几个造型，拍了几张照，有点喘。然后山顶这里风很大，大家要注意把这个头能包多严包多严，千万不要受凉了。然后不要做大幅度的动作，还是慢一点。毕竟东达山垭口这里是整个川藏线上最高点的垭口了，后面没有垭口比这里还要高了，所以还是注意點比較好。耶！因為施工嘅關係咧，呢度神采飛揚嘅經幡都變成無精打采啦。呢度遊客多啦，所以垃圾都相當之多嘅。呢個係新換嘅東達山牌匾啊，因為以前個牌匾咧淨會寫5080米啊，還是係5008米啊。而家呢個係新改嘅，因為而家已經重新定義東達山高度係5130米。除咗理塘段之外咧，東達山咧係川藏線最難爬嘅一個黑點之一啦。以前從如美到東達咧，真係要踩3日車嘅。咁而家真係個零鐘就到啦，真係相當之容易。所以踩車嗰個經歷啊，同埋開車自駕嘅經歷真係完全唔同。我最記得最後尾上東達山嘅5公里，真係踩咗差唔多成3個鐘啊！因為你最多一次只能踩500米，
以我當時咁好嘅體能啊，都只能係踩500米啦，你就真係要停落嚟唞㗎啦，因為實在太缺氧啦。东达山的确挺险的，这个下坡的坡度还是挺陡的，再加上路也不好，所以开车还是要小心的。其实还是雨季不建议来川藏线，因为什么滑坡、泥石流挺多的。虽然好多人说什么他觉得蛮安全的，没有出事儿，但是你没有出事儿，可能真的只是你运气好，但是这个危险因素还是存在的。这边路就很烂啊。这边路就很烂了，所以还是不要建议开夜车，真的不安全。然后刚刚有蛮长一段路边都没有护栏的，开夜车真的危险。货车陷在这里了，怪不得之前一直堵车。这种路确实一点点烂。车流量大的时候估计很容易堵车。对，今天早上看还堵了1公里多。是不是昨天晚上翻？不知道，有可能。昨天不是堵了？昨晚堵了好几个小时。我哋已經順利到達咗左貢啦。從東達山到左貢咧，呢條路的確係幾難行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哋會繼續喺度休整。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帶落嚟嘅垃圾啊。因為沿路上面咧雖然係有垃圾桶啊，但係免得增加佢高原嘅負擔啦。因為畢竟唔係景區，咁樣啲藏民咧處理咁多呢啲垃圾咧係超乎佢哋嘅極限嘅，所以我哋一般都會帶走。对，因为它尤其是一些垭口，虽然是有环卫人员，但他们不是每天都上来的，因为路难走，路程远，所以我们都会自己在车上准备一个垃圾袋，把垃圾带下来，带到县城再扔，这样就会减轻高原的负担。因为有时候那个垃圾桶堆满了，然后游客就乱扔，然后周围一大片都是这些塑料什么都很难降解的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，自己在车上自备一个垃圾袋，然后带到山下、县城呀、镇上再扔，这样会比较好一些。能帶走嘅垃圾還是帶走吧。呢間就我入住嘅酒店啊，非常之好。啱先東達山嗰條落山嘅山路的確係幾難嘅，但係開慢啲啦，係一啲問題都冇嘅。你見我哋部車仔都可以通過。好，今集嘅視頻咧就到呢度為止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聽日我哋會過72拐啊！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宝子们、家人们、老铁们，动动各位发财的小手，一键3连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耶！